明天早上我一定要使劲吃。山上虽然好玩，但是爹爹肯定让人把果子都摘光了，咱们可能什么都吃不到。小伙伴们对于阿宝的话没有任何的质疑，显然赵恒平常就是这样操作的。太子就这样注视着一群娃走了出去，他想了想，还是回头偷偷地将一些干粮塞到了自己的包袱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太子出来吃饭的时候，阿宝已经在狼吞虎咽了。把那包袱放那，赶紧过来吃饭。太子愣了一下，还是将自己的包袱放到了跟阿宝他们的一起，然后就不紧不慢地坐在了桌子旁。太子，只有2盆饭，你再不吃就没得吃了。唉，谁让他来得晚呢？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太子，你再不吃就被阿宝都吃完了。太子一惊，手已经下意识地去找碗了。长毛啊！就在几个娃吃饭的时候，赵红将长毛给喊了过来。长毛立即甩着尾巴跑了过来。去，检查一下他们包袱。一听这话，其他孩子们都没有反应，太子顿时又是一愣。康康察觉到了，他没有说话。阿宝抬头看了一眼，直接咧嘴道：太子的包袱肯定有问题。太子的一口饭都要喷出来了。瞧见太子被呛到了，大鸭二鸭赶紧给太子递水。趁着太子喝水的时候，阿宝直接伸出勺子挖走了最后2勺饭。赵阿宝，你是土匪吗？你一点都不谦让的吗？我爹爹只让我吃饱饭，太子没吃饱是因为太子起晚了。我最讲义气的，我可以为了好朋友2肚子插刀。太子，你现在还不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这些饭只能我自己吃。阿宝就差把盘子都舔干净了。太子实在是太生气了，他阴阳怪气地说道：你们家的后厨真省心，都不用刷盘子。反正赵阿宝给舔干净了。阿宝拍了拍自己饱饱的小肚子，哼了一声道：太子你说吧，反正我也听不懂，我吃饱就是好的。太子还没有来得及反击，一旁的长毛已经汪汪地叫了起来。赵恒看了一眼，语气轻飘飘地说道：自己的东西自己收拾出来啊，别待会儿让我亲自动手。在赵恒看过来的时候，太子有些慌张，他想过不要动，说不定是赵恒的计策，可是最终还是抵挡不住赵恒的眼神压力，亲自上前将自己包袱里藏着的干粮和药都给拿了出来。眼瞅着长毛已经溜溜地叼着那些东西离开了，太子回头又看向自己的碗，里面啥也没有了。二丫瞅着太子那灰白的脸色，小声地朝着康康说道：康康，太子他不会一蹶不振吧？你竟然还知道一蹶不振吗？那当然了，我爷爷这些天最经常跟我说的话。虽然我现在读书不好，但是我不能一蹶不振。总之大家出发去林子里的时候，太子的包袱已经啥也没有了。看着阿宝哼哧哼哧地跟在康康他们身边，王春娘叹了一口气：叹什么气呀？你闺女刚才吃了一堆饭。赵阿宝，你吃了那么多，还能跑那么快？太子你不知道，阿宝吃得多，拉得也快。几个娃就这样一路往前走，康康他们走在前面，一边探路，阿宝也时不时地仰头看阳光。太子，你别往旁边走，那里一看就是路滑。太子起初没觉得有什么，但是越走越发现，这几个娃并不是草包，相反，他们有很强的野外生存能力。太子走到后面，甚至啥也不管了，就安心地跟在后面。眼瞅着到中午了，康康和大宝停住了脚步，朝着几个娃说道：我们停下休整吧，我们分工，我和大鸭去捡树枝，阿宝挖洞，大宝带着二丫他们去附近摘野菜，注意分辨蘑菇。
太子一边往前走，一边朝着大宝他们问道：你们在说什么？让他一个人挖洞？挖什么洞？挖做饭的洞，用不了太久的。一听这话，太子还是不太明白。可是他回头看的时候，就看见阿宝已经撅着屁股在挖洞了。他属兔子的吗？这么会挖洞？太子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熟能生巧。所以他经常挖洞吗？阿宝可是不管的，他哼哧哼哧地挖完了洞，一群小朋友还没有回来。阿宝想了想，干脆自己跳了进去，又挖深了一些，自己也靠在里面睡着了。等到一群小伙伴回来的时候，太子都找不到阿宝的身影了。这找阿宝不会被狼给吃了吧？太子虽说镇定，但是没看见阿宝的那一瞬间，他还是有些提心吊胆的。阿宝，醒醒，要做饭啦！大鸭直接趴在了旁边，朝着坑里面睡着的人喊道。一听这话，阿宝迷迷瞪瞪地睁开眼，然后这才从坑里爬了出来。这个坑用来做饭也太大了吧？那就再挖一个。阿宝看了一眼太子，又去挖了一个小的。太子有些无语地朝着一旁的康康问道：他刚刚看我的眼神是什么意思啊？太子，你挖的这些野菜根本不能吃。我跟二丫后面，他挖什么我就跟着挖什么。长毛都不吃这些野菜的，这些根本不好吃，你跟二丫挖的根本不一样。简而言之，就是狗都不吃。然后二丫就当着太子的面好一顿地说如何辨别野菜，如何做。太子看着这几个人，明明都是有钱人家养出来的孩子，结果现在对这些野菜很是熟悉，而且很是熟练地在野外做饭。太子跟个没用的人一样，只能坐在一边看着。太子你最大，你太丢人了。阿宝一边烧火，一边朝着太子说道：我就是不会才跟你们出来的，我要是什么都会，还不找你们了呢。阿宝转头一想，这话也对啊，就是因为不会才要学的。那太子，等出去以后，你要交学费的。阿宝还是没有忘记这事儿。可以用烤鸭换的，烤大鹅也行。太子懒得搭理他了。就在他们匆匆地吃完饭以后，大宝这才说道：既然吃完了，我有个事儿想说一下。这林子里的野菜好像也被人清理过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中午才找了这么点儿。我们没办法在这里久待，必须往更深的林子里面去找。这里的林子瞧着有些可怕。太子，你不能怕。我以前跟我姐姐说，当皇上可以不用上学，可以想吃啥吃啥。但我姐姐跟我说，当皇上也很累的，很多人都盯着皇上。你现在都怕了，那你以后该怎么办哇？阿宝觉得自己也隐约明白这些道理了。你别说我，你自己呢？你不怕吗？我当然不怕啦，我力气大，我打不过，我还跑得快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太子就没有办法多说其他了，因为他发现这群娃做的野菜汤还不错。这鸡蛋是哪里来的？太子边吃边问几个娃：这根本不是鸡蛋啊，这是野鸡蛋。你们不是说这里都被清干净了吗？你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野鸡蛋？阿宝很是自豪地挺了挺小胸脯，很是大声地说道：这是我发现的，就在那边树下的草丛里。说不定是你爹给你留下的，说起来还是给你这个女儿放水了。阿宝不解地看向了康康，康康唇语跟阿宝说道：就当他放了个屁。阿宝点头。太子果然年纪大，真能吃。二丫小声地跟哥哥吐槽道：
太子刚瞥过去一眼，下一秒却见眼前几个小孩忽然疯了一样的朝着前方跑了出去。这事儿发生的太突然了，太子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下一秒太子就听见阿宝的声音从前面传了过来：太子，来野兽啦，给我100只烤鸡，我就回去拉你。左右都是御膳房忙活，所以他很是痛快地答应了。然后阿宝就嗖嗖地跑了回来，拉着太子的胳膊就跑。阿宝太猛了，太子即便被拉着也有些跟不上，所以半路血也飞了出去。可他回头一看，果真看见一群狼一样的野兽在追赶。上树，快上树！康康在前面指挥道。阿宝瞅见前面的树，嗖嗖的就往上爬，结果爬了2步才发现还有太子。太子已经瞪大了眼睛，见阿宝正看着自己，他顿时伸出5个手指头，大声地喊道：“500个烤鸭！”阿宝刚要思索500个是多少，太子抬头看见其他娃都已经爬上去了，他以为阿宝是不同意，顿时又喊道：“3倍，1000！阿宝快！”阿宝满脑子都是烤鸭，见此也就嗖嗖地拉着太子往树上爬，直到将太子拉到了树杈上坐下。太子刚坐下，那群野兽已经凑了过来，疯狂地扒拉那些树干。太子有些后怕，转头却见阿宝已经开始站在树干上摘起了果子。康康，太子答应得很痛快，是不是说明我的果汁卖得便宜了？我现在加价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你们还把我当人否？阿宝，干爹说过的，人不可以太贪，容易出事儿。康康回了一句，阿宝这才安静了下来。太子，吃完果子就打他们眼睛，我们要尽快解决了。大宝朝着太子喊道：“还不如死了呢。”太子自小被养成了多思考的习惯，可是跟着赵家的这几天，自己过往的行为习惯全都被颠覆了。父皇确实从小就教育他，面对困难绝对不可以逃避，必须迎刃而上。他也确实一直坚持着。可是谁来告诉他，为什么杏花街的这群娃可以面对的这么坦然？太子，你别发愣了，快吃啊！直到树下积累了一滩果核，那些野兽才走。他们刚走，康康立即指挥着几个娃迅速地下树。这就要下去啊？万一他们杀回来怎么办？太子觉得这群娃实在是太莽撞了。可是我们不下去的话，怎么找地方打猎啊？你们去打猎？开什么玩笑！现在这种情况，不应该是查明情况后及时跑路吗？跑路也没用的，那些野兽能守我们这么久，说明他们也没什么吃的了。这片林子里的大部分动物肯定是被驱赶走了，也可能只剩下我们和这些野兽了。我们留在树上就跟等死一样，果子都被清干净了。太子，我脑袋记数字不是太好使，您别忘了我的烤鸭。林子里此时是一片寂静，但是外面山庄里，赵恒很是悠闲地给王春娘倒茶喝。哎呀，真难得呀，能在这山野之间享受这样的闲散。等阿宝他们再大一些，1个月就送他们来一趟，咱们2个也好好放松一下啊。北周那边不会出什么岔子吧？自然不会的，阿轩和阿婷总是要成长的。北周就是一块磨刀石，要想走得更远，哪能一直风平浪静啊？可是我瞧着阿轩并没有那样大的野心。我有时候在想啊，我们俩这样放任他们肆意成长，万一日后他们俩真的动了要跟太子对峙的想法，那势必又是一场恶战。夫人啊，夫人，孩子长大了就要放手了，咱们能做的呢只是帮忙，
也可以说呀，相比较他们两个，阿宝现在更值得关注。阿宝心眼没有儿子那么多，脑袋瓜也没那么好用，咱们俩必须要让他有离开我们也能过好的能力。等他能让我们放心了，他要是愿意，也可以去北周找他哥哥们。我好像也没有办法想象啥时候能放心啊。那就等他呀，把咱俩种地里吧。赵恒和王春娘他们谈的话，孩子们自然是不知道的。此时一群娃正从树上飞快地爬了下来，然后就抱团朝着旁边的林子里冲了去。太子被夹在中间，被一群娃带着往前跑。你们要干啥？不是要打猎吗？为什么往林子里跑？按照之前的方法，你们俩去找树枝，你们俩去扯树皮，阿宝，我们去找石头。几个娃分工合作，很是有条不紊。太子，你在附近找点果子吧。太子对此已经能坦然接受了，他找了几个果子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，就转头看向凑在一起的孩子们。他们用树枝当弓，用坚韧的树皮当弦，用自己磨的树枝当剑。太子见此，上前帮他们磨了一下箭头，虽然在帮忙，他还是不解的道：这箭头这么钝，怎么射中？这你就不懂了，只要你速度快，钝一些也没问题的。这荒郊野岭的，怎么可能有锋利的树枝？太子别说话了，磨磨唧唧的。说实话，太子心里对这群娃始终是怀疑的。这半个时辰后，当他们带着粗糙的自制的弓箭主动去找寻那群野兽的时候，太子亲眼看见阿宝拉弓射箭，一气呵成。说实话，准头一般，但是力气却是不小，即便隔着这么远，他都能听见那箭飞过去呼啸而过的风声。一群野兽被打得猝不及防，但是很快就开始疯狂的反击。太子出于自保，撒腿就跑。跑出很远以后，才发现阿宝他们并没有跑，阿宝甚至还拿出了小石头去袭击野兽的眼睛。半个时辰后，一群娃狼狈地躲在了山洞里，要多狼狈有多狼狈。阿宝，你快喝点水，这里有泉眼。虽然这次失败了，但是今晚我们再去偷袭。今晚还去？这次都差点被咬了腿，下次可怎么办？哎呀，你别管了，太子你的话好多哇。太子无语，只能跟着，还能跑咋地？而在接下来的3天里，几个娃一共对那群野兽的老巢发动了5次战斗，效果一次比一次好。从刚开始的大鸭屁股差点被咬掉，到后来大鸭已经帮忙拖野兽尸体了。今晚再去一次，应该以后不会看见他们了。碰见你们，他们也是太惨，都是命啊。我不懂，你们把他们收拾了，然后呢？我们还是出不了这个林子，而且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已经超出大人们让我们待的时间了。刚开始不是说3天吗？说3天不一定要3天啊！太子你的脑袋不要这么死板哇！太子的质疑是没有道理的，因为越到后面，这群娃越发的适应这林子里的生活，除了身上臭烘烘的以外，他们玩得很开心。至于太子自己，他莫名其妙的也被拉了进去，这里的日子却是比宫里舒服。不过他自小被父皇教育，所以享受的同时，他也害怕宫里会采取什么措施。哎呀，这都几天了，他们怎么还不出来？不行，我得进去找他们。哎呀，估计是玩疯了。九毛，你带人去里面再清理一遍，尽量把能吃的都清理干净啊。九毛一听，赶紧去办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让他们在里面多待几天也没什么不好，左右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快。你这么想，宫里可不这么想。宫里已经来了好几波人了。你又不怕他？倒也没错。跟着宋氏走进来的胖太监正好听见了这句话，
他是大气都不敢喘一声啊，这都是啥话呀？两位将军，奴才奉命来等太子殿下。庞太监一句话也不敢多说，一个劲儿地站在旁边哆哆嗦嗦的。别这么紧张，随便坐，这是我做的馅饼，尝尝，不知道孩子们爱不爱吃。宋氏朝着庞太监说道，他对这个小太监有印象。庞太监哪敢呢，很是拘束的摆手。哎，别拘束嘛，尝尝吧。之前还听阿宝说起过你，我瞧你现在的装束，是升官了吗？庞太监哆嗦地握着馅饼，点了点头。回老爷子，我现在手底下带着17、18个人。不错，是个小总管了。我们家阿宝眼光不错呀。哎，小胖，吃完这里还有。胖公公不敢说话。你在这里等等吧，估计今天傍晚才能出来。一家人对胖公公意料之外的和气，听见这话，胖公公的脑袋都要低到地上了。何德何能呀我！由于赵恒派人将林子里能吃的果子什么的都给搜刮了个干净，孩子们找不到吃的，最终在第二天的早上出了林子。一出林子，阿宝有些依依不舍的道：下次我要进去住半年。你是想逃课吧？阿宝一个劲儿的摇头。太子，你不准走，你还欠我很多烤鸭呢。小意思。一群人被九毛带着往山庄去，结果一群野人一样的娃到了山庄院子的时候，就看见赵恒几个人还有胖公公一起坐在那里吃东西。赵家什么时候对宫里的人这么客气了？姐姐，娘亲，我这次赚了很多个烤鸭。行，停，臭多少天了，溜圆的。当姐姐娘亲的不能嫌弃小孩臭的，当姐姐娘亲的也不能让小孩觉得没有钱。哎呀，你这学了些什么东西啊？子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，到了阿宝这里成了奇奇怪怪的逻辑。姐姐不能嫌我臭。阿宝一个劲儿地在赵恒身边蹦跶。太子瞅了几眼，却发现了一边手里握着2个肉包子的胖公公。胖公公一看太子朝着自己看了过来，他顿时惊得站直了身体，也不敢吃了。你别怕，你吃你的。太子啊，这里还有新的，你尝尝。老爷子，我有一个问题。老药王点头，示意他问。太子瞅了一眼胖公公，朝着老药王问道：都是宫里的人，为何对他和颜悦色？这个他是谁，不言而喻。因为阿宝以前经常提到小胖，想来呀，应该是小胖对阿宝的眼缘。能被阿宝喜欢的，我们都喜欢。赵阿宝，你喜欢我吗？不喜欢。姐姐，你不知道太子爬树太慢了，比我都慢。我在太子身上赚了好多个烤鸭，太子说让烤鸭师傅来咱家。太子脸都绿了，其他人则是忍不住小声笑了起来。爬树在宫里的作用不大，鸡多身上不沉。鸡？大宝在一边解释道。阿宝说的是技多不压身。他顿时大声地嘲笑了起来。赵阿宝，你学得这样糟糕，还嘲笑我？我学得不糟糕啊！我姐姐说了，我以后没有皇位要继承。阿宝说着，就朝着太子摆鬼脸。太子是有火发不出。没错，阿宝没有皇位要继承，阿宝只要吃喝玩乐开开心心就行了。要是进了阿宝的怪圈，什么都要去跟阿宝比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姐姐，我赚了那么多烤鸭，怎么吃得完哇？我们出去分享吧。还请太子将鸭子一并带出来，总不能光给我们一个烤鸭师傅。九毛去办吧，就说明天在杏花街街口无偿送烤鸭。九毛点头。
吃完了还有的，吃完了等我再去找太子粥。太子只觉得眼前一黑，罢了，不跟你计较。左右，你哥哥也不在家。阿宝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还很大声地喊道：没关系哇，反正你也没有哥哥。太子简直是要被气笑了，他声音也很大地说道：我没有哥哥怎么了？我认识字多呀，我会算数啊。我不会把5000说成10个500。我写字好啊，我读书好啊。阿宝杀红了眼睛，他一听，顿时更大声地喊道：你是书呆子！文盲是书呆子，不是书袋子。两个人一来一回，阿宝的脸是被气得越来越红。长毛，送课！等我学好了，我让你挖出眼睛来！读书真差，快点去学习吧。哼，你没哥哥！姐姐说过，不能被人带进去的，就要抓着别人的尾巴。你没有哥哥，你没有哥哥，你太子没有哥哥。太子笑了笑，瞅见一边还在啃包子的潘公公，他的脸顿时耷拉了下来。吃什么吃？还不快点跟上！潘公公一口吞下一个包子，嗖嗖地跟着跑了出去。太子殿下，别忘了送烤鸭师傅来呀！明天我们要送烤鸭。老药王跟在后面喊道。太子头也没回。本来阿宝还想在这庄子里多待一些时候的，可是因为烤鸭，他们不得不提前返程。干爹，杏花街这边住的都是当官的，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？那你说要去哪儿？干爹，去田里怎么样？谁在干活就给谁，都是苦力活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可以动员杏花街上的其他人家，以杏花街的名义一起捐吃的。一旦这样做，兰花街那边会有什么反应？你可想过吗？兰花街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肯定也会捐东西的。那边都是文臣，有可能会卖字换钱，把得到的钱再用来捐东西。所以干爹，我们也可以找人卖字捐钱，兰花街就会无路可走。哈哈哈哈！想法不错，不过呀，狗逼急了容易跳墙。我知道了，干爹。阿宝瞅瞅这个，瞅瞅那个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因为他压根都听不懂。他只一下下地揪着长毛的耳朵。长毛此时显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回到赵府以后，长毛，我不给你饭吃，你能不能跳墙上去？长毛趴下了，尾巴都不甩了。那我赵阿宝，我看你是皮又痒了是不是？我今天要是说猪急了会跳墙，你现在是不是还准备找一头猪试试？赵恒拿起一旁的小木棍，就朝着阿宝冲了过去。阿宝吓死了，一个劲儿的想要跑出去，最后被逼急了，自己哼哧哼哧的开始爬墙了。等到阿宝坐在墙头上的时候，赵恒收起了小木棍，笑了笑道：嘿，你看，这个就叫狗急了跳墙。阿宝坐在墙头上，一时之间就不知道要跟爹爹说什么了。他疑惑地挠了挠小揪揪，朝着赵恒问道：可是爹爹，我不是狗啊。那我以前说你是猪，你就是猪吗？赵恒反问道。这个问题也回到了阿宝熟悉的逻辑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爹爹。阿宝坐在墙头上想了想，还是没有把驴这个字给喊出来。爹爹，我想下去了，我还要去找大鸭二鸭他们玩呢。你自己上去的，自己下来吧。啊，我去找你娘了。说完这话，赵恒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阿宝着急地挪动了一下小短腿儿，嘴里大声喊着长毛。长毛也没有办法上墙呀，他甩着尾巴就要去找救兵，结果跑到门边发现门被赵恒锁了。阿宝没有办法，只能慢吞吞地往下爬。只不过他没有发现，
九毛蹲在远处的墙头上，一直注意着他的安全。